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想占你便宜吧？那不然你突然跑过来抱我，这是干嘛呢？不是刚才那个人他差点撞到你了。哎，我说你有被害妄想症吧？切，拜拜。哎，你真的不觉得刚刚那个送快递的，他是有意想撞你的？不觉得。这个小家看起来挺温馨的啊。我去帮你倒杯水啊。哎，这挺像你的。我小的时候啊，还经常来这个地方呢。这里是静安寺附近吧？对呀，房子虽然老了一点呢，但是冬暖夏凉，住着很舒服。那喝水。谢谢。我刚才看到的，你是准备想要考巴黎的服装工会学院？嗯。可是你那么喜欢中国风，而且现在国内的大环境那么好，你为什么想要出国呢？你不是也从国外回来的吗？我说你想问题不要这么局限好不好？我是出去学习，学习不分国内国外，是无国界的。是啊，学习总归是好事。啊，我说我们总算是有一点共识。我们之前在一个事情上早就已经达成共识了。哎，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助你收购绣坊吗？因为你师傅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在上学的时候呢，写过一篇关于宋唐的品牌文化，所以当时我查了很多资料。一开始的宋唐呀，其实设计是很有前瞻性的，我非常喜欢。可是近几年的设计就差强人意了。我想你肯定是知道其中的问题，所以想要收购绣坊来改变局面，对吧？而且我认为，在任何领域的创作者呢，他们本质呢都是相通的，他们的原创呢都是基于自己本国的民族文化。就像西装，我们永远没办法超越老外，可是旗袍呢，他们也没办法做出我们东方人的韵味。所以，中国的服装想在世界立足的话，就一定要有中国的自己的文化，这样才能走得更远。而我认为，宋唐是可以的。我忘记我要说什么啊？哎对，你最近还去苏州吗？最近应该都不去了，都会在上海。那个工会学院的作品完成了吗？还差一点点，主要是工作室的一些东西。你还有工作室？我只是一个小萌新的设计师，哪有什么工作室呀？我是在雪英老师工作室兼职。哦，就是在忙雄鹰那个歌展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啊？我好歹也算是一个业内人士了，虽然不一定有时间去，但是雄鹰他肯定会请我。怎么了？你都不问我小萌新是什么意思吗？
我好歹也算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吧。你不是说你不打算过来吗？我刚好没什么事过来看看。既然这样，那快进去吧，都要开始了。我不太喜欢人多啊。我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啊，来看展不就是看人吗？是工作。看来你不太喜欢自己的工作啊。工作而已嘛，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我和你就不一样，我呢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所以说你很棒啊。你怎么样？啊，我最近也是瞎忙。带我四处看看。我想问问你，这个会场啊，能承载多少人？不知道啊？孟非，孟非，快过来帮忙，修真马上就要开始了。哦。你去忙吧，我自己逛一下。还有最后15分钟，大家动作都快点啊！最后一遍检查。哎呀，我都跟你说了要小心一点，你怎么把衣服弄坏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莫非姐，我剪刀没有碰到它，不是我弄的，我不知道怎么就破了。怎么会这样呢？小航，帮我把那个工具箱拿过来。哎，好，拿什么工具箱啊？我看啊是来不及喽。我说来得及就来得及。放这儿吧，谢谢。看看你要怎么弄。那天我可都看到了，你是故意的吧？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得意啊？你在说什么呀？你说我说什么？慈善夜，肯定是你哄着方小鱼带你进去的。哎呀，为了我，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懒得跟你抢。是你先挑起来。不说别的，就你陷害我被学校开除那事儿，我也跟你没完。哎，我说莫非，你是不是觉得我家没钱没势，特别好欺负呀？白小曼，你要再说的话，我就把你跟外赵缝在一起。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也不知道它那个怎么就破了，让莫非姐再帮他补。还有5分钟，抓紧时间。好了，真不错。谢谢方总监。白小曼，
如果上台的时候你摔倒了，就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了。你那么聪明，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来，我看看。手真巧。方总监，刚刚那个修的挺好的。好什么好？刚到啊。听说这次徐峥老师的展做得很不错。是。去那边看一下，马上开始了。嗯，好的。成哥，我过去。哎，这么巧啊？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我没有啊。那刚阳光，我让你过来帮我讲解一下。可是我后面还有工作呢。老板，我们给你换下位置，在那边。谢谢啊。方总监，这是什么呀？亚历山大用过的剪刀，这可比那张纸上的签名字要珍贵很多吧？啊，送你了。不行不行，无功不受禄，我不能这样拿着。你就当我送给我学妹的一个见面礼吧，拿着吧。前两天个展的时候，我听潘老师说你要考巴黎服装工会学院。我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真的吗？作为凯曼的设计总监，我打算帮你写一封推荐信，这样的话你被录取就没问题了。虽然我很想上那个学校，但是我还是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上。你可千万别误会，我是因为肯定你的才华，我才帮你写推荐信的。以那些主审的眼光，缺少了我这个慧眼，能不能被录取就存在很大的方向。可如果主审评委不认可我的作品的话，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设计和这所学校不搭，所以我也不会上一所不适合我的学校。可是巴黎浮光中工业学院真的很不错，你要是能在那儿上学的话，对你的帮助非常大。那这个礼物我就先收下了。至于推荐信的话，我还是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上。那我先走了，方总监。你怎么不进来啊？就那么怕我们公司的保安啊？谁怕了？我这不是怕进去打扰他们的工作吗？那你觉得在工作的时间把公司的老板叫下来见你，就不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吗？你不就逼我承认吗？行，我承认，我确实上次闹过之后，我觉得挺对不起这儿工作人员的。可是我找你打你手机又打不通，那怎么办？我只能在这儿等着呀。这个借口勉强接受吧。说吧，什么事儿？哦，我师傅同意了，可以过合同了。真的？多亏有你啊！没事儿，那你们先出合同吧，然后具体细节再跟我师傅对。好，我马上出合同。那换我带刀，走了，拜拜。等一下，你觉得你就这么走了，合适吗？有啥不合适？首先，这个事情是咱们俩的共同努力促成的。那你说，咱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庆祝啊！哎，我说你这个人也是真抠啊！大公司老板让我请吃客。哎，不好意思，这回上，不好意思，这回上。哦，不好意思，也没位置呀。哎，就坐这儿吧。老板，帮我们收拾一下。好嘞。哎呦，哎，菜单给我，菜单啊，坐呀。跟你说呀，他们家的这个牛蛙巨好吃，来一份牛蛙，哎，你能吃辣吧？龙虾。好了，老板就这些。哦，对了，2听雪碧。好嘞，我这就给您上菜去啊。好。来，这个。哎，不好意思啊。哎呦，我跟你说呀，他们家这个牛蛙真的非常非常好吃，保准你吃完爱上它。经常来吃啊？我的食堂，你还挺有钱啊。这没你吃的店贵。再说了，你那么有钱，这顿是不是应该你请呀？雪碧。大肠杆菌。啥？大肠杆菌，拿来。牛蛙上来，快吃！妹妹，哎，那个麻烦你帮我拿一碗水，热水好，开水。马上来啊不是我说，这大夏天的你喝热水呀？我给你点的。我有雪碧了。你不是现在应该喝热水吗？我不养生。那你喝吧。快了。我说在这吃饭都这样，真的没事儿。我妈呀，她是一个特别有规矩的人。那你学规矩应该挺累的吧？如果你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会累吗？不过我和你不一样，我很自由。从小我妈就对我比较松，除非她工作的时候啊。来，吃牛蛙，贼好吃。所以你就像个野孩子一样，什么野孩子？我这叫自由。放飞自我。
我前面就是我家了，你不用送我，我自己回去就好。我没有想送你啊，我刚顺路回去取车呀。取车？可是你车不是停在刚刚吃饭对面？这么晚了，送同行的女孩回家，这也是我们家的规矩之一。你们家规矩还真多。什么？大声的说出来。我没什么。我发现你还挺能吃的。还行吧。那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送我回来。那快回去吧。好啊。这爱慕的眼神也太直白了吧！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呢？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说，你可以直说。你嘴角有个酱汁。还没有擦掉。哎呀，我来吧。表哥，姐，这是你妹？这是我弟。你大晚上啊，表哥，你不要误会啊，这个是我凯曼的同事，我们都是练习生。我今天来是问他明天的课程的，啊，对吧？哦，对。不过表哥，你们两个离那么近，在干嘛呀？赶紧回家。我说你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我不在家，你就往家里带女孩子？那你呢？我还没问大半夜怎么有男人送你回家呢。我先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不是，你是女生，我得关心你的安全。快说。我是你姐。哎，我问你一下，现在是晚上几点了？啊，才8点多呀。才8点多啊！啊，你这放了学之后这么晚了，一个女孩跑到一个男孩家里边，合适吗？哎，哥，你是怎么认识莫凡他姐姐别跟我打的？岔，我们俩是工作关系。我问你呢。你们是不是在交往啊？我感觉你们 CP 感好强啊。真的？有吗？我觉得你们很般配呀。嗯？哎，你这个跟我这个是不是一对儿啊？他俩？不是你这个是从哪来的啊？莫凡给我的呀。干嘛呀，哥？别人的东西少乱碰。我看一下都不行。再说这是莫凡给我的。这是人家莫非的。我跟你说，关于你的问题，等一会儿到了家之后，我再好好教育你。大男人，喝个饮料还用吸管吸。姐，你在说哪个男人？还能有谁？我说你怎么那么八卦呢？哎呀，我好奇嘛，快说。好奇？我看你平时心挺大的，现在就好奇了。我跟你说啊，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会送你回家？
我都和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和他只是工作关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不是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你跟陆主什么关系？我俩，我俩很单纯啊，单纯的同事关系。你俩就是单纯同事关系，我们就不行吗？我们也很单纯，好吗？你俩要是单纯，你脸红是吗？我脸红，我这是腮红打多了，你懂什么呀？这么爱鼓掌是不是臭小子啊？你不要搞我，先靠脸吃饭啊！靠脸吃饭，走开啊！别惹我！哎，我脸红了吗？就是腮红打多了。好了。又是画法国的吧？啊，麻烦包装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好嘞，放心吧。谢谢。哦，辛苦啦。喂，唐总，怎么了？现在过去？
这是一个员工专属卡，有了它，你可以随意的进出明远大厦，而且还可以进入我的办公室。这整栋大楼里面，除了我以外，只有你可以享此殊荣。谢谢唐总栽培，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好好珍惜的。如果你让我看到你有什么偷懒的地方，小心我把卡收回来。是，加油工作吧。也请唐总加油，我的未来就掌握在您的手上了。姐，唐总，我把莫小姐给您带来了。这合同啊，我已经修改过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联系我。好的，我会传达的。哎，对了，这有一张卡，你可以拿着。莫小姐，这卡呀是我们唐总专门为您定制的，然后为了您以后方便进出名媛。既然是员工卡，给我干嘛？我不要。莫小姐，您还是留着吧。有了这卡，这样以后您找我们唐总不也方便吗？我又不经常来啊。那您总不想每次都被关在大楼外面吧？也是啊，外面的蚊子还挺多的。那行吧，我收着。谢谢啊，不过你放心，我不会经常过来的。等秀坊的事儿结束之后，我就把卡还给你。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先走了，拜拜。哎，那要不要我送送你啊？哦，没关系，我认路，我自己能走去。拜拜。就这个莫小姐啊，这行政楼的路我有时候都找不到，她说她能找到。嗯。真是太机智了。好帅啊！我要去要他的微信，你别跟我抢。唐总，对不起，我们刚刚没有看到。你们总不小心一点啊？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专心一点？去吧。是唐总。谢谢你啊，不过他们也是不小心而已。这是我公司员工，小心我跟你老板说扣你奖金啊！我又没做错什么，我老板跟你不一样。又打什么？来了。你昨儿晚上跟我说那个陆军，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是师傅的侄子。这个人呀，贪得无厌，每次秀坊赚钱的时候，他都过来要钱。我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知道秀坊要和明远合作，所以他最近就一直缠着师傅。昨天还找了10几个亲戚到师傅家里，师傅没办法，只能躲起来了。你跟他之前有没有见过？见过啊。那现在怎么办啊？合作的事情是不是谈不成了？咱们先去看看。你们明远想谈什么，就跟我谈吧，这儿我说了算，价格也是我来定。想要谈合作，你总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叫陆军，是李师傅的侄子，也是这家绣坊的法人。对了，唐总啊，我姑妈关于你收购绣坊的事儿跟我说了，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我呀不同意。理由呢？哎呀，这理由嘛，哟，唐总，这么巧啊，好久不见啊！来干。这人是谁啊？
配角，坏人。我表姨呢？表姨她出门了。这位先生，谁是你表姨啊？这位姑娘，你又是谁啊？她是你表姨的徒弟。徒弟？哦，唐总啊，既然你都看到了，我也不妨实话跟您说了。这绣坊啊是咱们的祖产，就算真的要卖，得我们全族人同意才行嘛。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家族成员里边也包括了我的竞争对手朱海天总经理，是这个意思吗？唐总，巧了巧了。不是，你们两个在这演的这出戏，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啊？演戏？这演什么戏？我们这是在谈生意啊！谈生意这么煞费苦心，真难得你们了。恶意竞争只会让市场变得越来越糟糕。想要让绣坊越来越好，靠的是技艺流传，而不是像你们两个这样靠着祖业出来圈钱的。唐总，这话说的有点难听了吧？你也配我跟你好好说话？唐明轩，你也有点太目中无人了吧？虽说我们海药比你们明远，在财力上差那么一点，但以我们家族的实力，可比你们高了不少啊！你们海妖的实力，我是真的没有看出来啊。可是你吹牛这本事，我是真服。哎，你，咱们走吧，在他们身上浪费宝贵的时间不值得。走吧。哥，咋样？瞧你那个死样子！唐总，唐总，留步，留步，留步！哎呀，我这弟弟吧，你看没见过世面，不会说话，得罪了，得罪了。唐总，咱俩能不能那个私下里聊两句？啊，就一会儿。以咱们的交情，你觉得合适吗？你看这话说的。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你。谢谢啊。哎呀，唐总，你误会我了。我在来这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明远和这绣坊这个事儿。但现在我既然知道了，君子就要成人之美，只要你一句话，家族这边啊，我力排众议，我鼎力支持你，行不行？有什么话你能直说吗？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收购绣坊，我可以帮你啊，真的，你可能不信啊，我来给你讲这个道理啊。今天我帮你，就等于帮我表姨，你肯定比我清楚啊。这个绣坊快维持不下去了，虽然是表姨，但她也是同宗同族的亲人呢。我总不会看着这个绣坊垮掉吧？有什么条件你可以直说吗？唐总，你骂人，什么条件？没条件，咱是同行，抬头不见低头见。其实我一直想和唐总交个朋友，常来常往，还得合作嘛。和你们算了吧。不是，我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啊，让你跟我有这么深的敌意。既然你今天问来啊，我就跟你把话说清楚。3年前你们公司是不是有抄袭我们的设计？这事其实当时我们起诉你们，法院也已经判了你们抄袭成立，而你们只赔了钱，没有登报道歉，还需要我再多说吗？哎呀，唐总，这都老黄历了，过去3年了，我们彼此放下这个芥蒂吧，坐下喝杯茶聊得开。时间过去了，但这个事情过不去。你们一天不道歉，一天这个事情就没有一个结果。还有啊，其实我们公司真的不需要你们这么没有底线的朋友。我们公司的生意就不麻烦你操心了。唐总，这吴师傅和陈师傅都不接电话，你说师傅会去哪？
你跟了你师傅那么多年，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他平时都喜欢去哪儿？现在太着急，我脑子一片空白。别着急。唐总，你说如果明远和秀坊合作不成，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样，我们都要尽最大努力，好吗？我知道师傅去哪儿了。这个呢，就是章问的制作过程，它全部都是由人工来制作的。我师傅经常带我们来这里给展品做维护，他们呢都是这里的义工。你看，这个密度才够。好的。我说你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下？这件呢是宋代皇后在受册、注记、参加朝会时的徽衣，底色呢是深青色，整体使用的是五彩滴鸟纹、宋锦面料，并结合手工龙纹绣边制作而成的。而且像这种衣服呀，穿戴的时候呢，头上必须带有。哦，这上面有介绍啊。没想到你还挺有文化，背得这么少啊。我说的和那个上面不一样。什么？你照着念就好了。真的非常谢谢你们，每次都麻烦你们了。不谢不谢，您别客气。那么就这样，再见。好，再会啊。再见。师傅，莫非唐总来了？真是抱歉啊，让你们白忙了一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家人都会这么反对。唐总，其实您的想法、您的诚意我都认同，但是我这个年龄了，没有年轻人的野心了，也不敢尝试您所说的计划。再有，我也真的承受不住陆军这么无休止的闹下去了。但是我想说一句心里话，您真的忍心把一生的心血交给他吗？如果您相信我，我可以和你一起来解决。可是这件事情，现在真的不是聊一聊、商量一下就能解决的。真正代表绣坊跟您签约的是陆军，他才是法人，他带着全族人出来反对我，您说我该怎么办？师傅，那你不会和朱海天合作吧？你师傅年纪是大了，还没有老糊涂。朱海天父亲要是在的话，那还有可能。海天这个孩子，从小就不成器。绣坊要是跟他合作的话，不会有前途的。那您就拒绝他呀，师傅。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您做决定，您的这个决定会影响大家的生计问题的。
师傅，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做的最新的修改，里面包括扩大绣坊，还有就是学员的招募。您可以先看一下，如果现在就拒绝的话，您不觉得太可惜了吗？没关系，要不您先看一下。真的是凄风苦雨愁更愁啊！你说翻译这事儿成不了怎么办？我们要有耐心啊。我是挺有耐心的，我是怕陆军那个投机分子。你说，万一绣坊真的让这个朱海天给买下来怎么办？很多事情都是一种缘分，做生意一样，顺其自然。那你不担心吗？我问你话了，你怎么不回答啊？可是我记得一开始我想收购绣坊的时候，你不是反对的吗？我？没有吧？那是谁说我是个大奸商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毁坏我的名誉权，我可以告你。哎呀，我没说过。以为我没有证据啊？我有录音啊。啊，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唐总的，唐总是我见过最善良、最帅气、最有责任心的老板。我怎么可能诽谤你呢？是不是？你说的是认真的吗？非常认真。OK。你骗我！你怎么能这样呢？笑什么笑啊？笑点怎么那么低呀？不是我笑点低，是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很搞笑。你看，你笑起来不是挺帅的吗？看你平时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哎呀，后边的话不要说了，只要第一句就够了。那行吧，本来还想夸你着，算了。你继续啊。继续什么？继续夸我呀。其实也不是夸你，只是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看别的那些商人，就只是为了挣钱，可是你是真心实意的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实实在在的在为绣坊做事情。你对我师傅做的那些事情，我还蛮感动的。那你觉得是因为我对你师傅好，你才觉得我好，还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好，所以你觉得我好？我想听你说真心话，就类似于我不会说莫非是一个惊鸿刺绣的女孩，但是你在我心里却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我觉得给你讲个故事吧。好啊。听说在800多年前呢，李宗徽宗皇帝做了一个梦，他
他就梦到了这种颜色，就觉得非常的喜欢。醒来之后呢，他就跟那些作此这样的人下了一道圣旨：雨过天晴，云破处。李师傅，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直接告诉我。对不起啊，唐总，又耽误您一天时间。这个事情真的是……算了，不说了。啊，陆军已经同意朱海天开出的条件了。未来，秀坊很有可能和海药合作。师傅，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是他太过分了。只是，他怎么能管理好秀坊嘛？我也是没想到陆军会做到这种份儿上。我一把年纪了，苦点累点都没关系，我就是心疼那些辛辛苦苦一辈子就靠手艺挣钱的师傅们。可是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毕竟这个绣坊现在在陆军名下，说到底，这个绣坊也是陆军的。我现在担心啊，祖宗留下来的产业就会在他头上了。其实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信不信得过我。陆军儿还有朱海天他们俩的事情，你交给我来处理。我希望您和秀娘们可以安心的刺绣，好好的创作你们的作品。等一下，我想带你们去个地方，我去开车，在门口等你们。莫非啊，唐总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啊？但唐总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他既然已经让绣娘们好好刺绣了，我相信他已经有想到办法了。不管是陆军还是朱海天，他都会解决的。能行吗？陆军那个孩子特别难缠，可唐总也不是什么特别容易搞定的角色呀。听你这么说，好像你对唐总很了解啊。哦，就是吵了几次架，所以就算了解一点吧。我相信你，也相信唐总。可是现在这个事情真的是……好了，师傅，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先去看看好不好？说这里可比我们之前那个绣坊大好多呀。是啊，太美了。而且你看这里阳光很好，可以方便我们晾晒我们的绣品和布料。我当时选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里阳光好。而且唐总之前还跟我说过，说这里的门窗呀可以打得足够大，师傅您刺绣的时候选颜色就不会有偏差，而且还对眼睛好。唐总，您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这都是莫非跟我说的，
这个地方确实很适合做绣坊，不过这个地段、这个面积，我恐怕承担不起。这个您完全不需要操心，因为我们公司呢现在已经将这个地方收购了，从此以后您就可以和您的绣娘们在这里每天开心的工作，再也不需要为生计而操心了。您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可以开一家新绣馆？我这两手空空的，怎么开新绣馆呀？您怎么能叫两手空空呢？您的双手，它就是资本。你说，如果一个绣坊没有您和绣娘们，那它只是一个空招呗。如果说陆军啊，他想玩，那就让他自己去玩去。我希望可以继续跟您合作，考虑一下。帮了我这么大个忙，我该怎么感谢你？你说呢？我回上海，请你吃牛蛙。那我也要看看我到底有没有时间。我跟你说，我最近可是很忙的。我怎么说你胖你还喘上啊？我跟你说，你收拾了不起是吧？你是不是现在有在参加时尚中国风的比赛？你怎么知道？我看了参赛名单。哎，你说我帮你这么大的一个忙，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搞什么暗箱操作？就当回报。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我开玩笑的。我也是开玩笑的。呦，你还会开玩笑呢，把你厉害。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怎么样？比赛有信心吗？当然有信心。又来到这个熟悉的城市，可是我们要去过哪些地方，才算是对这个城市真正的了解呢？对于身边出现的人，我们又该怎么做，才是对他真正的了解？搭了别人的车，都不说声谢谢吗？需要别人带路，也不会说谢谢。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样，我们都要尽最大努力，好吗？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呀，真是玄妙。感觉这世界上的事情，老天早就安排好了，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和努力，然后就是努力坚持。只有不留遗憾的过好每一天，我想，也许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生活吧。我要谢谢他，让我没放弃。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时光。
是所有参赛者的资料了。王总，这些参赛者资料你都要看吗？当然了。不是你在现场也能看啊。您是评委，怎么弄得比参赛者还累啊？这不是得直播吗？这我得说出来点东西来，要不然别人以为你的总监是个草包呢，是不是？以您资历，谁敢啊？方总，一会儿开赛仪式，您会跟唐总同台吧？会。别怪我多话，这次比赛凯曼也有投资，您就算再不喜欢唐总，您千万也别和他。我是怕高层那边他们不好交代。知道了，你以为你的总监那么不懂轻重啊？不是，我是怕您一时冲动。唐总，合作愉快。感谢支持啊，张会长。吴总，唐总，合作愉快。唐总您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关于时尚中国风的想法吗？我们明远时尚这么支持这次时尚中国风，那是因为我们希望给国内的青年设计师提供一个展现自己才华的平台。好的，谢谢唐总。吴总你好，请问您对这次举办的明远时尚中国风的活动有什么建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我们作为在线销售平台呢，我们每日时尚主要是针对时尚中国风当中涌现出来的最具潜力的设计师，给他们提供专属的线上销售平台，为他们呢提供更多元化的发展。谢谢。那请方总监说一下您的看法。问我呀？我是一个设计师，我当然支持创作性的比赛了。不过现在的行业啊，有点风气太浮躁，想赚钱的人太多，真正做设计的人又太少。所以有些公司呢，借着这样的活动，去卖热点做噱头。我只是没有想到有些公司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是这样，我必须说两句了。如今我们中国的服装行业被国际品牌占据了多半的市场。你想想，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因为没有饭吃，都转去干嘛了？做代工了，可笑了。如果说能够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咱们国内的品牌可以蹭着热点火起来，那这个热点它也是正向，对不对？我们凯曼呢，风格一向都很明确，低调不张扬，而且有自己的底线。我们凯曼有10000种方法可以让自己火起来，不一定非要像唐总这样的方式吧？啊，方总监，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其实行业跟媒体联手这次大赛呢，也主要是想通过中国风系列寻找吴总，那个你太当真了。我跟你说，方总监啊，他这个人他喜欢幽默。你说如果不达成共识，大家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啊，你们一定要正面报道啊。所以任何行业都需要力挽狂澜的企业，这就是我代表凯曼待在这里的理由。给凯曼一点掌声吧。好。哎，您坐。方总监，你这么着急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别着急，你喝点什么？哦，我喝水就好了，谢谢。服务员，来一杯水。中国风比赛没几天就要开始了，你的作品准备的怎么样了？怎么这么着急，评委就开始打分了？这么严肃干什么？谢谢。我是评委，我当然是关心一下参赛选手的作品了。而且，我是有私心的，这次比赛的获胜者可以签约我们凯曼。我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得力助理。哦，所以这是变相的给我开后门。怎
怎么，不想来我们凯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你既然是评委，就应该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参赛选手。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凯曼是随便向人开后门的？我是出于惜才爱才之心，出于对你的作品的理解和欣赏，对你实力的认证。这么快就把我拒绝了？我这也是说实话嘛，你别放在心上。不过谢谢你啊，什么好事都想着我。你这么坦白，我真不好意思生气了。那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还有事儿。哎，你别着急，要不然我送你去。没关系，也是比赛的事情。我跟我朋友约好了今天拍摄的，所以我先走了。哎，你拍什么呀？你跟我说说。就是比赛前面选一些面料的一些准备工作。你呀，是一个设计师，你就穿成这样去，会不会太朴素了一点啊？你先坐着，等我一下。啊，可服务员，帮我拿个剪刀，谢谢。可是我真的很着急。稍等一下，很快。把你那个别针借我用一下。戴到胸口上。谢谢方总监。完美，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花，送给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设计师。我很看好你，不要让我失望。谢谢你。我已经迟到了，我真的要走了，谢谢你。比赛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加油！加油！拜拜。加油！加油！请期待我的海上藤花，谢谢。还好吧？还好。哎，下一个人什么时候到啊？不好意思，您再等一下可以吗？对不起，对不起。等我一下。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可终于来了！对不起，对不起。你都录完了吗？我早拍完了，要不是我一直求着便道姐，他们早走了。那我赶快去赔礼道歉。哎，不是大姐，你就准备这个样子去迎接屏幕呀？这可是你的屏幕处女秀。等一下，你帮我举一下。等，别动。可以吗？好，走了。对不起，对不起。老板，麻烦了。陈伯姐，老样子。好看。老板，谢谢你啊，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的。我老风头居然还上了回电视。哎，哪个台？放的时候要告诉我。我要叫我儿子去看。
您放心，等播的时候我一定告诉您。 OK。莫非，你一会儿对着镜头说一下你挑选面料的原因，我们就可以收工了，好吗？当我拿到《烟雨江南》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江南最有特点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江南的水。江南的水是最柔情的，所以我这次的面料选择为丝绸。而江南的水应该是什么颜色呢？我想到了一首江南的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雨过天晴，应该是江南最美的颜色。 所以，我将我这次服装设计的主色调定为天青色。好看，非常好。那今天就先这样，收工吧。那真是麻烦你。哎，莫非？没事。面料选完了，那接下来选手是什么流程呢？啊，接下来我们会去明远的设计室去制作衣服。明远给我们提供了特别专业的场地。那编导姐姐，等一下你们会去跟拍吗？ 那不去了。明远设计师进去是要签保密协议的，而且是要到作品结束为止。那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那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哇，真是太累了，我这老腰啊。哎，不过莫非，你真的太棒了，你表现的。你一赶过来，我还担心你会出什么差错，可是没想到你一上镜立马侃侃而谈。你是没看到那个编导姐姐立马阴转晴。 我跟你说，刚刚我都紧张死了，我一直。我感觉这节目一播出，你一定会火。到时你火了，你要怎么感激我呀？请你吃好吃的。吃什么？火锅。走起来。走啊，走，走吧。 哎，别再来了，啊！请进。 你怎么在这？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啊？哦，我应该是走错楼层了，我要去设计室。这层都是我的办公室，你找设计师，在楼下。好吧，那我走了。哎，等一下，我刚有事找你，去一趟我办公室。我帮你拿。我自己拿就行了。你还不知道吧？这家公司的老板呀，特别喜欢扣员工的这个奖金。你看咱俩都这么熟了，我不能坑你吧？万一碰到老板的话，那你这个钱包不就受委屈了，是吧？来吧。给我的呀。李师傅的小院虽然弄好了，但是我看还少了很多东西，然后让采购部列了一个清单，他们不太懂刺绣。 你帮我再审核一下。哇，我说这也太多了吧！我准备把那个园林啊再扩建一下。你们公司也太有钱了吧！有客人在啊。雪玲，你们应该见过李师傅的徒弟莫非。莫小姐，你好，又见面了。你好。 你们这里都忙完了吗？新一季的设计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好啊。那你没有事，我就先走。哎，你要不要一起啊？我可以吗？你跟我一起就可以啊。走吧。
哎，这个这，你是哪个部门呢？现在设计室处于严格保密状态，外人是不能进来的。他是我带过来的，咱们进来看看。哎，唐总，怎么了？我进去之后不合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胸前戴的不是明远集团设计师吗？这只是名字牌上面这样写，我就是来参赛的。咱们在苏州巡店的时候，你表现不是挺好的吗？等一下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大大方方的。那能一样吗？这有设计师在，我这不是得罪同行？好好表现，双倍劳务费。双倍。莫非，你来说说怎么样？我觉得好看是好看，只是缺少一点品牌的个人特色文化。莫小姐，你这个话说的这么模棱两可，你觉得实际问题是什么呢？就拿这件衣服说吧，职业风，简洁干练，衣服的质感也很好。只是这和2015年阿玛尼春夏系列太像了，连廓形都是一样的。哦，还有另外一件，这件衣服用了中国交领的设计，领边和裙摆也用了中国的元素，只是这和2019年 Starchi 在米兰发布的新品很像，就连蝴蝶结都很差不多。莫小姐果然是很厉害啊，往年各大品牌的设计样式都能记得住。哦，我也只是随便说说的，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见谅。刘培，这个系列是你负责的。你给大家好好解释一下，设计师应该好好爱惜自己的羽毛，万一被扣上抄袭的帽子，你摘都摘不掉。唐总，这个巧合其实。什么？巧合。你身为一个专业设计师，就用“巧合”2个字来解释？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公司为什么这么多年跟海药公司没有任何的联系和合作？那是因为3年前他们的设计师有抄袭过咱们的作品，我光打官司就打了2年半。你知道今天幸亏是莫非啊，如果这个东西新品发布了，不是你辞职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你要付巨额的赔偿金，还有公司所有的损失。明轩，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我们要不要先调查一下再下结论？什么误会啊？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你们2个今天把这个事情好好研究一下，给我写一个检讨报告，下不例外。你不要比赛了吗？走吧。哦。你的小可爱给你送爱心午餐来了，感不感动？喜不喜欢？哎，我说你快帮我看看哪里需要改。看什么看？先吃午餐。哦。
哎，我放在那儿把我布都弄脏了。好了，看。不是我说你呀，你现在可是在明远集团，这所有设计师都羡慕的金字塔顶端，你怎么不注意下自己的个人形象啊？这不挺好的吗？哎，不过倒是你呀，今天穿的格外的美丽啊！你到底是来比赛还是钓金龟婿啊？这赛是要比的，这金龟也要钓呢。来吧，和我说说你的金龟怎么样？上钩了吗？什么金龟啊？什么金龟银龟的？我这儿又不是什么鱼塘，哪有那么多龟？得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呢？现在明远上下全部都知道，唐总监把你带到设计室的事情。啊，大家怎么说呀？